吃个鸡腿吧。怎么是你？我说我是来送宵夜的，你信吗？明里是大夫，暗里是淫贼。你误会了，你就是要打死这个淫贼！下手这么重，有没有点爱心？大屁股！再这样，我真动手了啊！别打了，我不是淫贼，不信你们玩儿。好身手！我去，暴力狂啊！你在这稍等我一下。是。他先动的手，我给你带的。很疼吧？我都没使劲儿。你们俩不会真是约好的吧？郡主和大夫不为世俗妄言，踏破身世之别，这跟话本里小说里写的一样啊！姑娘，你平时看的都什么画本啊？哎，你身手不错。哎，特别是你刚刚在这儿使的那一掌，这一掌特别巧妙。一掌啊！这一掌。哎，承让，姑娘掌法才是精妙的。哎，我使的这个叫大劈关。大劈关。我输给你，是我学艺不精，跟我家传的武艺可没有关系。那是，刚才你不踩到那儿，我赢不了。对呀。我回想过了，你刚才是故意把我引到此处的。输便是输，不必宽慰我。哎，你刚还有一招，这一掌叫什么？就这个。这招啊，这招没什么名字，小手段，明白了吗？还有，你还有一招，对，婉儿，你没看见他刚刚有一招特别厉害，你能不能再给？对不住，我又犯了无耻了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出去，我不让人靠近。聊。我终于找着你了。找我何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想见你。真的？真的。自从咱们上次在清庙见过之后，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做梦，因为每天梦里都能见到你。每次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害怕，我怕咱们就只有一面的缘分，我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。现在好了，我找到你了，找到你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话说得很好听，这是常年风流养成的手段。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不觉得有什么误会。
你说你是郭宝坤的书童，我让灵儿已经去问过了，郭宝坤身旁早已不设书童。原来如此，你找郭宝坤是为了打探我的消息。半夜私闯女子闺房，是何等的无礼放肆！白天你别动！招呼了，你不许动！你要是真不想见我的话，刚才那姑娘在的时候你就拔剑了。这里是皇家别院，若真让人抓了，怕是要定个死罪。所以你对我还是……我与你相识一场，并不希望你有性命之忧。可是，我也不想听到你这般言语。你真以为我是那种轻薄之人吗？你走吧。你听我说，是要多开窗通风，你干什么？但是夜里风这么凉，还是关了吧。我让你走，你听不懂吗？你把刀放下，把刀放下。走。我让你走。你别激动，我这就走。我愿意走，不是因为我自认风流，我是怕你伤着自己。但是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发自肺腑，绝无半点轻薄之意。等等，你究竟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范闲。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，竟如此羞辱我？我真的是范闲。你明知道我与他有婚约，故意说他的名字来戏弄我。这个没有关系，我是叫范闲，范闲就是我教了好多年范闲了，我真的是范闲。他那粗鄙不堪之人，我早已见过，还是诗会上你指与我看的。诗会那天事出有因，我一会儿跟你慢慢解释。范闲怎么就粗鄙了？当街行凶，口出狂言，出言不逊，早就传遍了。你要认识一个人，你得当面看，你不能听传闻啊。那在马车中与歌姬同行呢？我没干过这种事儿。那说明你就不是范闲，听错了传闻，都是我亲眼所见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马车上是范思哲，我没在车上，你误会了。巧言善辩，我告诉你，你再不自重的话，我对我自己真下得去手。叔叔白天与我同行，我若不是范闲的话，叔叔怎么会带一个陌生男子来见未来嫂嫂呢？你久居京都，当知若若为人，他不会这么无礼的。怎么说你才信我呀？你把那首七言写给我看。
叶小姐为何站在此处？我赏夜色。我刚刚明明听见楼上有动静。我刚刚在楼上练武，闹出了点声响。郡主病体虚弱，叶小姐怎会在她面前练武？我去看看郡主。哎，婉儿已经睡下了。即便是睡了，我也有责问安。叶小姐因何拦我？哎，不能进！果然是你。这诗知道的人不少，为何因此断定是我？知道这首诗的人是不少，但字写的这么丑的，绝对没有第二个人。李红成给我的。相信我了吧？怎么回事？没必要进去看。叶小姐，婉儿请让真的睡熟了。让开！哎，真不用看了。哎，我都说了，他真睡了。吃完，叶小姐，早些歇息吧。还不困，吃完就睡。一时无奈，应急之举。我懂，我懂。书上都是这么写的。我还是到外面等着。灵儿，灵儿都走了，你还不起来吗？累了，多躺会儿。那怎么行？这怎么不行？我怎么见人呢？我们有婚约在身，又未曾成婚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不起来，我走了。我起来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睡了我就走。你快走啊！被人瞧见了不好。我运气真是太好了。什么运气啊？我喜欢一个姑娘，结果发现这姑娘就是我未过门的妻子。要不是上天眷顾我，我怎么会这么幸运？听说醉仙居的司礼李姑娘对你情深意重，我跟她一清二白，绝无半点牵连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之前闹出那么多的事儿，都是为了悔婚。为何要悔婚？因为我喜欢一个偷吃鸡腿的小丫鬟啊。就算是你悔婚，司南伯也不会答应你娶个小丫鬟吧？爹管不着我。那还有陛下的圣旨。那我就带着这个小丫鬟逃跑。如果陛下亲自率兵来抓我的话，我就带着她逃出秦国，去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，然后一路偷好多的鸡，烧鸡腿给她吃。
陛下哪会亲征抓你这个逃婚的呀？那可说不定啊。你真这么打算的？真的。所以我一直在找你啊。只是我身患肺痨，并不是那个可以跟你一起去远方的小丫鬟。等你把身子养好，我就带你出去闲逛。我这病年复一年，太医都无法治愈。那是他们从根儿上就错了。我白天让你多吃肉食，不是我胡说的。只要用心养，肺痨也会痊愈。你信我，我一定把你治好。我信你。那多谢范大夫了。你叫我什么？范大夫啊？不应该叫这个吧？那应该叫什么？成亲以后才好改称呼的。哎，我只是让你叫我一声范兄，这也要等到成亲之后吗？我以后常常来看你好不好？不行。唉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一句不行，往往就错过了一生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好啊，我最喜欢听故事了。好了，我最厉害的就是讲故事。那你讲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。从前有一个少年，每日去学堂读书。同村有一位少女，每日与他同行，陪他一起去学堂。女子是不能进学堂的。这个从前的时候规矩没有那么严格。好吧，你说。日复一日，每天如此。少年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停下来问这个少女。他说：“为什么跟着我？”因为喜欢看你，所以才跟着你的。我不会打扰你的，不行吗？那少年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不行。”说完之后转身就走，只剩下少女一个人站在那儿。你猜后来怎么样了？我猜，那少女应该搬离村子了。为什么要搬离啊？世俗就是如此，逼得她不得不离开。我虽赞叹她勇敢，更唏嘘她可怜。此话怎讲？平常人家若是男女有意，首先是要有媒人说亲，再有3书6礼，换书帖，过文定。女子如此行事，虽是情深意重，毕竟于世俗礼教所不容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从前。从前的时候，礼教没有那么严格，男女之间若是有意的话，可以当面表达。那是什么朝代啊？哪个村镇的习俗？对女子竟然如此宽容，我怎么就不知道？这是个故事，故事的事儿不能那么较真儿啊。好吧。后来，少年学成，漂泊在外，但心中始终记得当年的少女。当他年过古稀，重归故里的时候，他想再见那个少女一面。少女此时也已年过花甲，她托人传话，她说：“知道你想见，但是不行。”男子便托人告诉她，明日一早，在当年去学堂的路上，
他会拿着一支粉色樱花等候。你猜，他等到没有？不知道。第二天一早，老人拿了100支樱花，守在当年学堂的路上，每遇到一个路过的老太太，就送她一支，因为他知道，在这些人里面，总有一个，就是当年与他同行的少女。有的时候，就这么一句不行，错过的就是整整一生。所以说这2个字，绝对不能轻易说出口。感动了？那男子可曾婚配？也曾成亲，只是忘不掉当年的人。既然忘不了，为什么还要和其他女子成婚？为什么不当时就去找当年的那个少女？这个，他已然结婚了，过完了这一生，到了这个岁数，再回去找当年的那个少女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只不过是人生不想留下遗憾罢了。可是他有没有想过那个少女的处境？万一人家也结婚了呢？那他的家人会怎么想这件事情呢？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吧，他规矩和礼数没有这么多，他的家人也没有多。你在儋州的时候也进过学堂？这故事跟我没关系，我在儋州没上过学堂，也不认识什么姑娘。那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故事？我就是想跟你一起批判这个男的，批判他。这故事跟我真的没关系，要不你再给我个机会，我再想个别的故事给你听。我还知道好多故事呢，啊，不，皇子公主，我跟你讲，和尚和猴的故事，美女与野兽。我记得《红楼》是你写的。其实是一个曹先生写的，我只是转述。你把《红楼》未完的，好好说给我听就行了。你这话的意思是让我以后天天来找你呗？我困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幸好是你。我说，幸好我婚约里遇到的是你。以后不只是红楼，我还有好多好听的故事说给你。现在就听大夫的话，好好睡吧。幸好也是你。还要聊多久啊？
小心着凉了。心里暖。你着凉啦？还说呢，他走了你也不跟我说。我睡着了。晚秋，小姐，灵儿着凉了，去取几副药来。是。我问题不大，陪你吃完早餐，我便去范府。去做什么？挑战范闲啊！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人了，我自然要去揍揍他，自毁婚约。他就是范闲。谁？他呀，他就是他。他为什么要假装名医啊？这个说来曲折，他不知道我是我本人，他不知道你是你本人。哦，果然曲折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范闲不是跟司礼礼纠缠不清的吗？他说那并非事实。这你也信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去找司礼礼，替你查清楚范闲跟他到底什么关系。喂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怎么又回？郡主，殿下想见你。殿下，灵儿小姐，我们小姐刚刚吩咐给你熬的风寒灵，喝了再走吧。这些药包也拿去，回家再喝2天，风寒就彻底好了。行了，我走了。母亲大人，快来坐着说话。是。我来吧。听说又见了郎中，病可有起色？那人医治的手法是有些特别，总得试试才知道。有了新法子总是好的。我叫你来，是有另一件喜事与你说。喜事？你和那个范闲的婚约，应该很快就能解除。不是圣旨吗？毕竟还没有明旨，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再就是二皇子那边，不知怎么也听说了此事，正在设法为你退婚，加上你自己的意愿，十有八九能成。其实也不用这么急。上次不是你自己说这婚定要退吗？那终究是有些误会。误会？若是误会，何时解开的？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不觉得有什么误会。你现在相信我了？我喜欢一个姑娘，结果发现这姑娘就是我未过门的妻子。要不是上天眷顾我，我怎么会这么幸运？你见过范闲了？他是怎么见着你的？母亲大人，您想多了。对他有好感？哪有此事？
没有最好。那这婚还退吗？先这样吧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想必是心里有了他。我这个当母亲的，也不好做个恶人。我心里怎会有他？你也不能劳累。退婚的事，容后再说。叫人送郡主回去。是。心里有了他，这么快？吃点儿。不吃，别一天到晚板着个脸，笑一个。哼，不卖笑。嘿，你笑了我还不给钱呢。范兄，哟，老李，吃了吗？老李，这称呼听着不生分。啊，你找我有事儿？替二皇子来约你，何时？明日如何？何处？何处？那自然是司礼李姑娘的醉仙居嘛。我都借故把人遣到前院了，走廊上也没有人，不需要爬窗户。我习惯了。你咳嗽好点没？好多了。你吃五香鸭了？五香鸭都是我那护卫吃的。我今儿再给你讲个故事。说故事不用晚上来。你白天你家管那么严，我也进不来啊。你可以写纸上让人送过来。我今天把窗给你留着，将人遣开，是有话要与你说。你说。得知你是范闲，我心里除了意外，还是很欢喜的。这话本不应该跟你说，可是我想让你知道，我所说的正是我所想。我也一样，我见到你，我心中也欢喜。但是，喜欢一个人，首先要做到的是尊重。你每晚爬窗进来，这是调戏吗？我们未来有那么长的日子，有什么故事要讲？等到成亲以后不好吗？其实我特地晚上进来，不只是为了讲故事。药。我亲手调的，止咳顺气的方子。你知道我是跟老师学读的，用药比较大胆，这里面有几味药普通方子上不太常见，若不是偷偷送进来，恐怕递不到你面前。哎，怎么是你先喝？我帮你试药啊，证明这药没问题。不用试，我信你。
不苦吧？我特地熬的冰糖，加的桂花。这是我有生以来喝过最甜的药。你喜欢就好。这个药费了很久吧？药材好找，就是熬的时候得一直盯着，几个时辰不能走神。为什么不让丫鬟盯着？给你的，别让我不放心。那谢谢范大夫了。怎么了？哦，就是有点困。困？突然困吗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有一味药不太合你体质，就跟醉酒似的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回头我把这药给你换了。婉儿，婉儿，婉儿，我好热，好热。婉儿。最后，皇帝放弃了他的皇位，也再没有回过他的故乡，因为他只想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走遍天涯。婉儿，你在听吗？走遍天涯。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。我其实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。我本来都快要死了，但是我一觉醒来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在这儿。这个世界跟我记忆中的世界有很多不同，可是又有很多地方息息相关。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，说了也没用，有谁会信呢？你别看我整天嘻嘻哈哈的，但我心里特别孤独。我总是会想，我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多余的？我一个人走在这世界上，孤零零的，也没有什么话想跟别人说，别人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。我四周连一个能真正了解我的人都没有。直到我遇见你，遇见你之后，让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待着，起码还是有那么一点意义的。我也不再去想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，我到底是谁。你谁啊？
还不休息啊？我听说你当街杀人的事儿了。我并非嗜杀之人，此举是为了紫荆复仇。为有复仇，是男儿所为。只是今日，你不是特意来看我的。何以见得？你没有穿夜行服，身上也没有香粉的味道。婉儿，刺杀一事，醉仙居司礼里或许牵涉其中。他现在已经逃出城外，我得抓他回京。你马上要走？是，怕你担心，特地来告别。何时回来？抓到便回。要是抓不到呢？你要做的事，我不拦你。但是你要我不担心，我做不到。婉儿，不如走之前让我抱一下。天亮了，我得走了。我会日日忧心，若不想让我伤神，定要回来。你们几个啊，都给我听好了，记住本少爷的话，一会儿一上街，把你们吃奶的劲儿给我使出来，玩命敲鼓的，什么时候把鼓敲漏了，什么时候算。小镲，哎，敲的得比大镲声还大，大镲敲的得比锣声还大，知道吗？范思哲，你又在胡闹。没有啊，姐，我这帮范闲呢。范闲说要去见我未来的嫂子，说要给她弄得有气势一点，这还没气势，都给我转过来。哥，昨日我去婉儿处，被二公子横加阻拦，想必是因为我偷偷潜入闺房。我思前想后了一个晚上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还不如光明正大的去。这般阵仗，这般磊落，定能让二公子转怒为喜，心生欢愉。这还不够有气势，成亲也就如此了。偷闯倒也罢了，现在居然敲敲打打的往这边跑。今天不劈死他，我倒不如不姓林了。长兵器守外围，善用暗器的断后路，不要慌，等他进了院子一举击杀。他死之后，一切后果我来担当。这回让他进来，就不要回去了。散去。是。范府范闲，特地去往皇家别院看望郡主，此乃一段人间佳话，还望大家共襄盛举。范思哲还是爱热闹。哥，二公子毕竟是嫂子的二哥，这我知道。你暗中造访嫂子闺房，
二公子自然是恼怒的。所以我改成光明正大呀，这还不如偷偷摸摸呢。是吗？你这样跟踩着二公子的脸登门有何区别？有这么严重吗？莫不是你故意为之吧？故意什么？故意大张旗鼓，掩人耳目，借着跟二公子的闹剧，让人对你放松警惕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莫不是牛栏接一案有了新的进展？了不起，真的有？现在不方便，回头细说。若若，前面你就不方便去了，要不我在这儿等你。好。二哥，二哥，何必刀剑相向？范闲那小子其心可诛，哼！他为何大张旗鼓的如此前来啊？因为我阻拦他见你，你的身世不能公之于众。如今他故意闹得人所皆知，就是要我退避三舍，不能以宰相府的身份挡在中间。好，我不露面拦他，我放他进来。只是他进来了，就别想出去。二哥，何必要这样呢？二哥，郡主天仙之姿，范闲仰慕已久，既有婚约在身，那自该见上一见，是不是啊？见一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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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一见啊！见一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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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应该见一见。哎，多谢各位捧场，多谢各位捧场，多谢各位捧场啊！见一见，见一见，见一见，见啦！公子快走，二公子要杀你。仔细想想，今日来的是荒唐了些，咱们有缘再见。果然都是七品。二公子，怎么样？按照您的吩咐，范闲一过此地，我们便将其团团围住。没想到这小子功夫十分滑腻，我们刚过了几招，他便翻墙而去，我们就没有再追了。废物！下去。是。范闲这小贼莫不是得了失魂症，锣鼓喧天的来，干净利落的走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应该是不想与二哥彻底翻脸才是。这脸已经翻到底了。二哥，这毕竟是陛下所赐的婚约，你毕竟是宰相府的小姐，名义上却无瓜葛。婉儿，你知道爹的身份，他无法与你相认，却一直心有愧疚。我知道，虽然他不能说，但你终究是林家之女，范闲那样的人，他配不上你。二哥，你只是见了他几面而已，为何如此武断？这也是父亲大人的意思。他已经准备奏章，将择机面圣上奏，恳求免除这门婚事。范闲再怎么胡闹，终究改变不了大局。他
可没可能娶你。刚听说你去找婉儿，来这里做什么？还是上次的问题，那天在醉仙居跟司礼里在一起的人是谁？你再问我也不会说。那人是林拱。那人是林府的二公子林拱。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答案，就是他。你怎么会猜到？一开始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也不信，毕竟我跟他无冤无仇，所以我大致查了一下他的过往，得出一个简单的答案：宰相府二公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太子党羽。所以，这就是你不敢告诉我真相的原因。叶家有大宗师为依靠，宰相公子对你来说并不可怕，但太子就不同了。若是得罪未来主君，叶家在庆国的地位，只怕是岌岌可危。你自己也知道，太子是庆国储君，不论谁来问起，我都不会承认那天见到的人是林拱。我明白，我只是想知道真相，不会让你作证的。范闲，算了吧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。如果没人丧命的话，我也愿意到此为止。程居树已经被你杀了，他不是真凶，可死的只是个护卫。每个人都是这句话，这才是最让我愤怒的地方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那护卫莫非另有身份？没有了，他就是个护卫。这世界觉得他无关紧要，我不喜欢。你不喜欢又能怎样？多谢告知真相。婉儿，好好养身子，别被这些事情烦扰心神。陛下让范闲离开儋州，便是下定了决心。这些事我和爹会处理，所以陛下是不会同意我们解除婚约的，就算是父亲上奏也是一样。总有法子，你放心，二哥不会让你掉进火坑。可我愿意嫁给他。你是被那小子巧言蒙蔽了。他是挺会说话的，有时候还有点不正经，但是他的眼神特别干净。二哥，我不知道你与他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，但是他绝不是轻浮之徒。他是什么人已经不重要了，或许他是好人，或许像你说的他很真诚，但是他不该来京都，有很多人在盯着他。什么意思？婉儿，林家欠你很多，有的时候二哥都不知道该怎样补偿自己的妹妹。二哥一直都对我很好，我心里知道。爹很少来见你，是为了大局，
为了林家。我明白。可有的时候我在想，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了，这个林家还有什么意义？不让你嫁他，是不想你被他连累。我只想保护你。哥留样东西给你，别让他再来见你。想杀我的是林果。二公子，为什么？他是太子义的，还是为了内库财权？从来就没人问过我一声，从来就没人问过我一次。不就是想要内库财权吗？我给他就是了，我也不想要。问一句就可以，偏要杀人。你刚才为什么要在皇家别院胡闹？我闯皇家别院，是给他杀我的机会。我看了他的手下，最差的都是7品高手，这个班底足够擒获程巨树了。后来我去找了叶灵儿，从他那儿确认了林拱就是真凶。林拱是太子义的。现在我也没有真凭实据证明太子跟此事有关，暂时复仇的对象只有林拱一人。什么时候动手？我性子急，等不了，就今晚吧。你不是说他身边都是高手吗？那也得去，就为给滕子京报仇。是为了滕子京，但也不仅仅是为了滕子京。还为了谁？若若，你看，这世上最多的就是像这样的普通人，但是总有一些道理，有一些大人物，觉得他们无关紧要。死的只不过是个护卫，这句话我听了太多遍了。若若，我喜欢热闹。我觉得要是没有这众生，就没有秦国，也没有人间。我给你一口价。你看这个，我中了！所以我想为了这些人，跟这世上的道理斗一斗，告诉那些大人物，他们不是草芥。哥，你只为了他们，不为自己吗？为我自己是吗？林拱跟林婉儿是兄妹，就像我们一样。如果有一天林婉儿杀了我，你还会娶她吗？我知道你想报仇，你心里不服，我都懂你，我也不拦你。但是只有一点你要明白，如果你亲手杀了林拱，你跟婉儿就再也没有可能了。所以就这么算了，就让滕子京白死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
必须放弃一样。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是哥，只能你自己做选择。如若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你二哥下午真这般对范闲，兵刃相向了。我二哥对范闲深恶痛绝，根本就不听劝。你二哥把你看得重，那范闲不顾你清誉，翻墙走院被他撞见，如此反应也算是情理之中。可是我总觉得，我二哥跟范闲之间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如果你的亲人和你喜欢的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可化解的矛盾，你会怎么选？我不知道。我这样子的身份，与父亲母亲本该避嫌，也不该奢求什么亲情。可是这些年来，只有林拱哥哥对我好。他只要一见到什么新鲜玩意儿，就会拿给我，怕我一个人待在屋里闷坏了。他给了我家人的温暖，他也是真的对我好。而范闲，我本以为我会与一个不爱的人相敬如宾地度过，可是没有想到，命运兜兜转转，竟然让我遇见了他。在我心里，我已经认定他了，所以从感情上，我无法偏袒任何一个人。若他们中间真是有谁做错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我只希望这世间有公道存在。